哎，大家伙早喽！9月19号星期四，我是刚起跑，但是特别快，来看日出，马上就没有了。今天的云彩又特别好看，哦，紧赶慢赶，刚起床跑不动，来看看，我都不敢大声说话。哎呀，赶上了，赶上了！看远处。已经不红了，你看左边隐约露出来那一片，那刚才特别红，差了几分钟。OK， 走。景色还行哈，到现在跑了不到4公里。晨跑就是前几公里不是太有精神。我今天看见月亮了，看正前方，脑袋顶上，好圆呀！今天凌晨闭卖的惊叹 3.0 开始卖了。我起来的时候看还有货，因为昨天闭卖的小伙伴们也跟我说就不会一上来有特别多。这双鞋确实棒，我今天穿的它，看看怎么样？大家看置顶的评论，还有如果您是手机 APP 看播放器。播放框下边应该都会有购买链接。这双鞋我特别好意思的努力的推一推。下坡了，昨天冲那个坡。今天咱们就聊聊这双鞋和110X 6.0 Pro 这双最近特火的鞋。昨天跑强度课穿的是6.0 Pro。那咱们一会儿聊啊。小伙伴们看那边是就是东偏南，这云彩照的还是挺红的，看见了吗？正前方。可惜我这儿已经不是大阪城最高的地方了。行，那咱们就说说这两双鞋。首先，闭卖这双惊叹 3.0， 就现在是699，然后特步的110X 6.0 Pro 是1299。我的判断是，我觉得因为我都不知道细节，我只能猜。这两双鞋的定价，说明就至少，特步这双鞋它的整体成本，不管是研发还是宣发还是物料，各种吧，反正全算上，包括这公司的运营成本，应该是要比闭卖高的，否则它定价不能差这么多。但是这两双鞋上脚的感觉，怎么说呢？如果这两双鞋都是我原价买到手，因为特步那双鞋是我原价买的，大家应该理解我一个心态，就是说相声人说那个黄金塔的故事，就是怎么说呢？你说我真的说这俩鞋一样吗？我也觉得那双贵那么多，它肯定有过人之处。但是现在我最长的距离就是半马穿这两双鞋，我只能说那双鞋会觉得刚性更强一些。6.0 Pro 有可能在全程马拉松，像对我的水平37公里之后，最后这5公里可能能更稍微的好一些。
但是我没试过。我决定下个月的东京半马穿闭麦这双。闭麦这双上脚以后的感觉是好弹呀，就我很少有这种感觉。就有那个阿尔法 Fly， 因为我有一双2代的阿尔法 Fly， 有2代阿尔法 Fly 那个气垫那块那种弹的感觉，就同样的位置。这双鞋我穿着跑过一次6公里的强度课，我还 PB 了。大家翻就上周3，然后上周6，平田先生的早训练15公里，先是4分15的平均配速，跑到最后还有一个直线2公里多的时候，我加速，最后2公里，一个3分35，一个3分20多，好像是。周6我也发了节目，大家可以看，都是这双鞋跑出来的，闭麦惊叹 3.0。这双鞋重量和10X 6.0 Pro 可以说就说一样吧，因为现在鞋基本上都有上下几克的误差，我觉得。但是这双鞋的就是形状、鞋楦、包裹性，我觉得比6.0 Pro 好，这是我直接敢说的。就在我的脚型上，我觉得比那双鞋好。然后这双鞋对我来说可能没有6.0 Pro 那么激进。6.0 Pro 那天直播还有之前就是上个周日我们的会员节目我也说了，就是它的后跟儿收得很窄，对我来说激进程度比较合适，因为我基本上后脚跟最多就是碰到地，用不到它，所以呢它拐弯的时候会比这双鞋灵活。优点就是 10X 6.0 的优点是过弯的时候要比这双闭麦的惊叹 3.0 在我看来更灵活。但是呢有小伙伴反馈，就对于没有那么快的选手，那双鞋没有这双鞋后跟稳定，这双鞋后跟就后掌比较宽，但是它没有牺牲重量，我觉得真的挺好的。另外就是碳板的刚性，我觉得这两双鞋我拿手试，就手握这个鞋，还有我拿脚刻意去试，这两双鞋我觉得碳板的刚性差不多。闭麦这双中底的用料可能就用料的方式不一样，导致它和我的发力点比较契合，就在 Alpha Fly 那个气垫那个位置，如果你落地，然后再发力向前，就每一步，就像现在我这每一步感觉都是弹的，这种感觉特别美妙，不管我跑多快。特步那双呢，就是普通的没有气垫的碳板鞋的感觉，就是有劲儿，就不一样。就这么说吧，这两双鞋，如果让我盲测，完全不知道我穿的是什么，我几乎感受不到差别。这就是刚才我说的，黄金塔的故事。因为那双鞋我花了1300呀，1300一双鞋不便宜了，真的。不是说它不好，就像你看 Nike Alpha Fly 卖2000多。就是那天我直播还有节目会员视频说的，就是你愿不愿意为了最后那3%到5%去付出另外90%的成本。我觉得如果这样比的话，我觉得 Alpha Fly 和 10X 6.0 Pro 比大概就是5%，但是价格是1倍。这双鞋和 10X 6.0 Pro 比，我觉得不一定有5%。但是呢，价格几乎是1倍了，差600块嘛，对吧？这双鞋699。这双鞋是个什么感觉呢？就是，我觉得您的全程马拉松在4小时以内就闭着眼睛可以买，随便买。
大科学先生练习竞走呢，看有模有样，看我能不能追上他啊！我看不见配速，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犯规。哎，有点追不上，哎，我追不上。那咱们接着说回鞋，有小伙伴说，慢跑时候穿碳板是不是不好？我是这么理解的。首先，您看我基本上所有的鞋都是碳板鞋，我现在已经不穿普通鞋了。我觉得能不能穿碳板，不在于你现在是慢跑还是快跑，在于你的水平。其实水平低也可以穿碳板，它并不会让你变坏。这就像说，就它可能会让你的发力方式有一些变化，或者对你的力量要求稍微高一些。但是呢，你总会是人是有感觉的，有体感的，追随体感。我真的觉得，就是只要您不是7分、8分这种初跑者，您经济条件允许，碳板鞋都没问题。而且现在大多数碳板鞋做的不那么激进。但是呢，我多说一句，6.0 10X 6.0 Pro 这双鞋，还有5.0 Pro 这2双，如果您马拉松跑不进4个小时，那穿上可能是觉得不对劲，不至于怎么着，但是不对劲，那个太偏精英了。而另外我穿过的大多数碳板跑鞋，就比方说包括阿尔法 Fly、Vapor Fly， 还有现在的惊叹 3.0， 差不多只要您跑步就可以穿。惊叹 2.0 不行， 2.0反正我现在我也觉得驾驭不了，明天我穿上试试。那双鞋对人的要求太高了。我觉得你们看，就像基普乔格，他也有慢跑的视频，赛前轻松跑。我觉得这是一种跑步方式、发力方式，你养成了。就像你看我现在5分10，我跟我快跑时候发力方式没区别，我后脚掌基本上也不怎么沾地和发力，就轻微的碰到地。那我快起来呢，比方我加个速，你看加速无非就是步子甩开了，对吧？你看我加个速也差不多，现在4分40，也差不多。但是在加速的时候，这双鞋的弹，因为你加速以后，你的力量给的大了，然后你的节奏变快了，就对我来说步频变快了，就它这一下这个弹就会没有刚才那么明显，然后变成的是那种碳板鞋往前的推进。这只能体会。就这双鞋这价钱，如果告诉我说有这么一双鞋挺不错的，我就买来试试。我觉得可以，虽然好像没有以前必卖的鞋便宜了。至于有小伙伴也看他那个惊叹 Fly， 那双鞋是什么呢？那双鞋就是我的慢跑鞋，可能还是要再比他有劲儿一点才行。就这水平，我觉得430全程马拉松4小时30，包括以外的小伙伴买那双可以先。这双鞋基本上您能马拉松进430随便穿。你像我这种情况，你现在5分10几慢慢跑，感受也特别的弹。快起来以后，有2部视频大家看吧，太带劲了。我是第一次这么宣传一个东西，我觉得今天穿完我就给它收起来，到下个月东京半马咱们再见了。行，一会儿6点跟小伙伴们一起慢跑，加油干！哎，9月19号星期四清晨7点26了，今天跑了23公里，平均配速只有5分24，为什么呢？
在11公里和大家一起跑了一圈大半程，大概5公里吧，那一圈平均配速大概得6分多，正好这双鞋还没跑过这么慢，所以这双鞋今天是第一次超过半马的距离，感觉不错。我看镜头稍微有一点脏，大家如果看到脏就抱歉了，因为浑身上下都湿透了，没法擦镜头，行吧？这双鞋真的不错，我的购买建议是这么说啊，如果就是我为什么买 10X 6.0 Pro， 就是我的今年有1场比赛或者2场比赛，我要全力以赴冲击那个我觉得我可能不太行的成绩，那我不给自己留任何的后路。说句不好听的，就是我买个贵的，因为阿尔法 Fly 我穿不了嘛，要能穿我就买阿尔法 Fly， 买个贵的，我让自己死心塌地的，就如果不行就是我的问题。但是如果就是咱们理智点说，正常点说，就我这个水平跑马拉松，或者我觉得3小时半、3小时甚至4小时或者再快一点的小伙伴，就这双鞋实话实说，我觉得我穿过的鞋里闭着眼睛买，行吧，那这么着，很少见我这么夸一东西，是不是很少？但是真的喜欢。那好吧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明天再见。